月线上就已经出现长红棒带大量突破，然后拉回的时候几乎没有拉回，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轧空的行情。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哪档个股？我们要介绍飞鸿。你说 Judy 啊，我们不是之前有讲过飞鸿吗？没有错，我们之前也有讲过飞鸿。不过呢，这家公司呢，值得我们持续在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先看到产业趋势的方向哈，就是说目前呢，交通运输是最大就是碳排放来源的部分。那该行业呢，占整个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高达了37%。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各国政府呢，把那个减排的任务呢，加速。所以我们之前是不是拼命介绍，就是说各国政府从2025到2040年，就是强制燃油车这个地方要停止生产，要变成新能源车这个部分。那再加上我们最近今年以来，我们就听到特斯拉不断的在降价，所以说它在降价的过程中，它的零组件相关零组件也会降价，包括了什么电池价格的下降，还有一些电动车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部分呢，也会有增加。所以在整个电动车价格下降和电动车基础设施增加之下呢，我们预估会出来1.6亿辆新的电动车，那占整个全球的销量这个地方呢，会提升到20%。那到了2040年的时候呢，电动车的基础的设施也会持续的增加。那其中跟充电硬体设备投资的部分呢，就占到了45%。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充电基础设施这个地方呢，后面的商机呢是有相当大的潜力。OK， 那在介绍个股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做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要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请你支持我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飞鸿的营运分析。以飞鸿的营运分析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我目前手上为止，它最新在的法说会的话是在2023年的3月为止。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曾经介绍过它的时候，有说在它那个传统电源的部分，就包括面板手机这个地方，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利润相对有限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从2022年跟2021年做比较的话，我们发现竞争激烈的传统的电源供应器这个地方怎么样？比重是明显的做一个下降。好，那上来的是什么呢？上来的话就是说，它所发展电动车的充电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驰诺瓦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分析过。那2021年的它占综合的合并的营收的比重是2.65%，到了2022年它已经成长怎么样？是3.4% 了。那我们之前介绍飞鸿时有告诉大家，因为它10年前就已经布局着怎么样，在电动车这个地方发展，再加上我们在前面看到飞鸿在法说里面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说电动车的销量会持续增加，对充电桩的需求也会增加。那驰诺瓦这家公司呢，是飞鸿转投资100%的子公司，所以它是采取权益法入账。那所以呢，以驰诺瓦来讲的话，它2022年的整个那个营业比重已经提升到了飞鸿整个公司的合并营收的13.4%。那它本身在2022年这个营运绩效已经怎么样？达到损益2平了哦。那接下来就是它获利起飞的时代。好，那我们看一下驰诺瓦科技这家公司呢，那根据研究机构它所研究全球的充电站的市场规模呢，会从2022年的465亿美元，预估到2030年已经到了4173亿美元。那这年复合成长率每年是等于平均成长了31.5%。驰诺瓦呢，它本身是一个设备商，它具有设备以及加模块制造、软体组装、销售跟售后服务能力。那它的营运范围呢，是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它本身并不做充电站的营运，所以它的客户可以涵盖的能源啊、第三方的充电商啊、等等的团队，然后不会过于集中怎么样在单一的客户也不会跟客户这个地方产生竞争，所以它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呢，然后范围又比较广，然后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斯诺瓦的特性就是它有
众多而且多元化的客户。2022年呢，前10大客户占它的营业比重大概高达50%以上，不会对单一客户有过多的依赖。那它发展的重心是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而且它还在不断的持续怎么样研发啊，维持技术的优势。那随着呢不断的提高充电站的提升的同时呢，那此诺瓦会增加更多新型的收入，比如说服务型的收入这些呢，来增加它的营运收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哈。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我们每次都会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它其实就是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3项来看。好，那我们看一下飞鸿的部分哈。我们之前在介绍飞鸿的时候就有说过了哈，它过去呢 ROE 的部分，因为它获利是负数，所以 ROE 的时候过去都呈现负数。那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它的转投资的我们前面讲到的茨诺瓦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损益两平了，所以它 ROE 已经这样由负翻正。那它税后的盈利率在2022年这个地方呢也达到了0.51%，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不大，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呢有微幅的做一个提升的动作。那2022年来讲的话，茨诺瓦的那个充电桩的营收呢，营收跟业外的部分加起来大概19.7亿左右，那它的获利这个地方呢是损益两。2023年呢，法人就预估茨诺瓦这个地方占的营收呢倍数成长，可以到达怎么样40亿元，那 EPS 贡献度呢至少1块以上。所以说2022年呢就是飞鸿迈入一个转型期了。那到了2023、2024、2025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它就会有面临茨诺瓦的业务高速成长，而且电源成本怎样管理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3跟2024的时候，营运可以大幅成长。好，我们看一下法人对它的预估数，你看在2022年这个地方好不容易小赚了，转亏为零。2023年这边的预估数就1.57元了，到了2024年这个地方怎样3.55元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它季报的分析，你可以看它的毛利率的变化，从2022年第一季开始怎么样，毛利率就已经逐季往上去做一个提升了，带动它的盈利率，还有它的税前的纯益率，这个地方都会做一个改善的动作。好，那电动车的能源产业呢，持续受到政府的补助，那大部分呢，它的特性就是说，各国政府就是说补助预算这个地方都是在每年的大概第一季审定，那审定之后，客户会拿到这个补助款以后，才会持续的后面的他自己本身的计划以及投资计划。所以飞鸿说预估在2023年呢，它下半年充电桩的出货量会怎样，比上半年多，这就是这个等于说是这个电动车能源产业的一个特性。那它具有潜力的公司就是茨诺瓦这个地方，法人都一直看好它，认为说它如果挂牌上市的话，这个地方有 IPO 的潜在收益。但是目前就是飞鸿法所释出来的讯息，就是说在1年之内暂无IPO 的计划，但是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潜在未来潜在的获利的部分。好，我们讲完了基本面，我们不讲技术面，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个转亏为盈而且获利后面持续成长的公司，技术面会怎么表示呢？之前我们就看过了，在之前1高、2高、3高、4高的时候，也就是从2005年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它是在一个什么箱型整理，因为就在竞争激烈的产业里面。可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明显创新高，为什么？因为它布局电动车，尤其充电桩这个地方，营运绩效逐步的出来，月线上就已经出现长红棒带大量突破，然后拉回的时候几乎没有拉回，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样轧空的行情。好，那如果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前面的财务数字的预估已经告诉你它的方向，所以市场上呢现在比较多的预估就是说它未来的技术分析呢走成功上涨 N 的几率是怎么样相对比较高的。那除非就是说它的后续的业绩不如法人的预期的话，回档有跌破1/2的话，才会走到第2个盘整的阶段。那当然第3个或第4个阶段是要公司的经营部分就是决策有出现失误，或者竞争对手加入，才会有这种情况。不过目前来讲的话，以它业绩的变化，我们预估走成功上涨 N 的几率比较高。好啦，介绍到这里，大家就会知道啦，飞鸿这家公司是非常具有潜力的。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具有潜力发展的产业，而且具有潜力的公司，那我们
们就持续追踪这家公司业绩的变化，那就知道它的股价会不会顺着我们原先预估的走势走。我们现在预估是成功上涨 N， 但是它速度改变，就是比如说回档跌破1/2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按照我们的步骤去预估它。那前面的技术分析课程也教过大家，那如果成功上涨 N 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预估它呢？前面是正常 N， 后面守住回档守住了1/2，接下去成功上涨 N 的目标价，大家回去看看我们技术分析的成功上涨 N 里面，那尤其我们讲到专业班的时候，最多双杠往上冲的过程中，可以从双杠1到双杠18都可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未来长期潜在的目标价有多大了。OK， 大家持续观看好。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也是之前有介绍的公司，也是具有后续的潜在发展潜力，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收看咯。OK， 拜拜。